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公司庆功宴上，公司董事的女儿周月忽然看向我道：“民警，你一个刚转正的实习生，浑身上下都是大牌，不会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吧？还是有金主啊？毕竟网上不是有很多案例，说一些虚荣的女人为了一个包什么下贱的事都做得出来。”他刚说完，整个包厢的同事都看向我，甚至我身边的同事还当即把凳子挪开。我环顾了一圈，目光看向公司副总，我的热恋男友。虽然我还没有告诉他我的真实身份，但是我们全天24小时都在一起，他最清楚我是什么样的人。可他只是别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，我忽然就清醒了。自己的问题怎么能试图让外人给自己出头？于是我一巴掌甩在了周月脸上，闭嘴吧你！开口见不得人，闭口金主，看来你很懂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沈凌，你竟然敢打我！周月捂着自己的逐渐浮现巴掌印浮肿的右脸，情绪激动。我不过是说出自己的猜测而已，你就这么急了，想来堵我的嘴了？看来我说的就是真的。你，沈凌，就是个被金主包养的臭婊子。他越说越兴奋，仿佛抓着什么有力的证据，一个劲儿地不断深挖。我的反抗在他眼里成了气急败坏的铁证，周围人看我的眼神也变得意味深长。甚至有人小声议论起来，沈凌不过才23，就算再有才能，哪来这么多钱，每天名牌不离手？就是啊，虽然我看不惯周月，但这次他说的很有道理。昨天一个香奈儿包包，今天一个全球限定小提包。我观察了一下他来公司这1个多月，包几乎就没有重复过，而且就连他的衣服也都是奢侈品，这要不是造假，一套下来相当于我们1年的收入呢。众人的鄙夷声越来越大，周月自以为得势，气焰更加嚣张。他扭着腰身，一步一步走到我面前，端着红酒杯就要往我的礼服上倒。我一把夺过周月手中的杯子，反手将他扣住，一脚踹到他小腿，逼得他单膝跪地，然后手一歪，鲜红的酒水倾倒在周月洁白的纱裙上，醒目刺眼。周月疼得倒吸一口凉气，脸部涨红，羞耻至极。你疯了不成？敢这么对我？你这样狗急跳墙也掩盖不住就是个千人骑万人枕的浪女。周月这番话真有意思，我反抗的越强烈，证明我越心虚，而周月说的越真。明明是造谣者的错，为何要我这个受害者陷入这样的自证陷阱呢？我甩开周月，拿纸巾擦了擦沾上红酒的手，唇角扯出一抹讥讽。周月，你真有意思，既然是你的猜测，证据呢？谁提出谁举证？你这么信誓旦旦，我都有点好奇你口中的金主是谁了。我声音陡然变得很厉，将他连拖带拽扔到傅琛面前。我看你的金主就是咱们傅总吧？傅琛是我即将交往满100天的热恋男友。他看向我的眼神有审视，有怀疑，有度量，却唯独没有深情与爱意。傅琛就像是台下的一名看客，饶有兴致地看着我和周月互掐的演出。方才对视的一瞬间，我便明白，他是想借周月探明我的真实身份，不然对于这场有损公司纪律的闹剧，他早就会出手阻止。因为自从在一起以来，傅琛一直明里暗里想要得知我的家庭。他知道我名牌从不离手，言谈举止、学历能力一看便是大家族，而我也只是说会在合适的时候带他去见家里。只可惜
时机未到，他便露了狐狸尾巴，没能经过我的考验。我收回眼神，周越顿时又急又气，支支吾吾。他本就是空口猜测，哪里来的证据？正当这时，傅琛的声音响起：“闹够了没有？你看看你们两个，好好的庆功宴被搅乱成这个样子，真是胡闹！”他带着一群董事缓步而来，周越如同看见了救星，连忙跑进他爸周董事的怀里：“爸，你看他不过一个小职员，就敢这么欺负我，我要让他付出代价，开除他。”说罢，他还不忘挤出几点泪花，对着傅琛梨花带雨的控诉：“傅哥哥，你可一定要为妹妹我做主啊！”周越虽然是董事的女儿，但毕竟也在公司项目部任职。方才那场争吵最多算员工之间的矛盾，稍加训斥，各打一板就行。可现在周越要是闹到公司领导们面前，拿出自己的身份说事，这显然就没有那么简单了。就连旁边的人都在小声告诫我：“沈凌，你就低个头吧，要不刚转正就要丢工作了。就是忍一时风平浪静，你就算了吧。再说了，你也打回去了，可别再闹腾了。看，大家这下都知道是周越在找我事，可还是劝我低头。我沈凌自小到大，从来就是家中的掌上明珠，众人捧着簇拥着长大。退让、委屈这样的字眼还没在我的字典里出现过，要我服软，根本不可能。”周董事看着自家女儿受了这样的委屈，顿时暴躁大怒：“你叫沈凌是吧？要是你现在给我女儿下跪道歉，我就考虑把你留下，否则你立马收拾东西给我滚蛋！而且整个行业你也别想混下去。”哟呵，这是给我下通牒了。周越有了人撑腰，开始假惺惺做好人来了，这多让沈凌委屈啊！不过话毕竟是我先挑起的，也是我该受的。只要沈凌认错，给我道歉就行，不用给我下跪，我是不会计较的。此言一出，其他董事纷纷附和，还有夸赞周越董事的，真不愧是周董事教出来的女儿，就是心胸宽阔。这要换了我的女儿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我根本不会给对方赎罪的机会。就是啊，沈凌，你还不赶紧给人家道歉，感谢人家不追究你的过错。周越这招以退为进，把我推上了死路。我不道歉就是没脸色，还会丢工作被封杀。我道歉就是默认是我做错，是我背后有金主，无论我道歉与否，这个锅都扣到我身上。可他们仿佛是忘了今日公司举办这场庆功宴是为何，正是因为我签下了京圈苏家集团分公司旗下的项目，价值几十个亿，而我是对方钦定的项目负责人。当时傅琛也是因为看中了这点，才特意跑到海外，趁着我刚毕业还没签公司，想着把我挖到他的公司。傅琛在担任公司总经理期间，业绩与收益持续下滑，他需要我这么一个项目来为他争取董事会的支持，稳固自己的地位。而我是苏家大小姐，当时毕业是要去自家海外公司的，苏家也打算把这个项目交给我历练一下，打算等我一签约就开干。没成想傅琛不知从哪得到这个消息，特意跑到国外来找我。该说不说，傅琛长得太好看了，完全在我的审美上。在他的猛烈追求下，我欣然同意。不就是一个项目，同他玩玩就当开心一场。只不过没成想，才不过3个多月，傅琛就按捺不住，原形毕露了。他敢这么算计我，我势必要让他付出惨痛100倍的代价才会收手。思及此，我抬起眼眸，瞪向傅琛，不禁冷笑起来。傅总，
既然大家都认为是我的错，那我辞职好了。只是苏家的项目，怕也是要跟我一起走的。话落，整个宴会厅顿时变得安静。别说周月愣住，就连那群较好的董事脸上表情复杂，表示质疑。怎么可能？苏家是跟我们公司合作，又不是非你不可。就是啊，你算老几，敢这么大放厥词？我对着众人微微一笑，拨通苏家代表的电话，阐明缘由。只听到对方冷嗤一声：这个项目我们只看重沈凌负责，要不是沈凌，就凭你们一个刚上市的公司，根本拿不到我苏家的项目。既然你们不看重沈凌，我们看这个合作也不必再谈。这几天大家只沉浸在拿下项目的喜悦中，全然忘了是我把项目带来公司的。能让苏家代表说话，是个人都明白我的背后并不简单。周月见原本支持他的董事脸色变得难看，顿时心慌，强硬道：那又如何？别想用苏家项目来颠倒黑白！你一个刚转正的实习生，哪来的胆子敢威胁上副总了？还不赶紧道歉认错，不然要我走吗？我当即打断，眸光阴狠，直接从包里拿出一封辞职信，甩到傅琛脸上。副总，当初是你跪求我来的，说你有多需要我，但我发现你这样的渣子，连给我提鞋的资格都不配，老娘我不干了。说罢，我转身就走。突然，一道清脆的巴掌响起，周月捂着发肿的侧脸，愣怔当场。爸！周董拽着周月走到我面前，一改方才的高高在上，变得谦卑无比。是小女不懂事，都是周月的错，我这就教训她。我也是受她挑拨的，这才言出无状。你别在意。周月懵了，爸，你在说什么？周董又一巴掌打过去，给我闭嘴，回去有你好看。见周董带头，其他董事也跟着说好话，让我别放在心上。直到这时，傅琛才慢慢站出来，笑着打圆场。沈凌，今日是公司的庆功宴，周董也教训过周月了，别不高兴，好好玩一场，大家都散了吧。这不过是场误会而已，可别耽误大家的兴致。这就是傅琛的手段，短短几句话，将一场针锋相对的矛盾化为谈笑间便能解决的小事，而他在背后默默地看着这一切。就在庆功宴开始之前，我正打算去和傅琛商量我们的100天纪念日，却不料听到他和周董父女的谈话。周月先是抱怨傅琛对我的在意，而后傅琛一句话便成功将他的矛头带到对我身份的怀疑上。你这包包是赝品吗？我记得沈凌也有一个同样的，说是法国知名大师特意做的，全球只有一个。只不过沈凌刚转正，哪来的钱去买定制款呢？听到这话，周月当场气炸了，说他的才是真的，我的是假的，而且他会证明我的钱来路不正。周月本来就是个没脑子的，稍加挑拨就全面出击，这才有了庆功宴上周月对我的发难。只不过比起周月的试探，傅琛对周董的承诺才更心狠。只要您帮我坐上董事长的位置，苏家的项目就是您的，这单子能有多少利润，您知道的。所以他们借周月试探我的背景和底线只是第一步，只要我身后无人，他们便逼我交出苏家项目。毕竟一个海外归来的大学生再厉害，再能得到苏家青睐，还是太过于年轻稚嫩。想必苏家也不会为了这么一个人而放弃与公司的合作。所以在知道他们的图谋之后，我便提前联系了苏家对接项目的代表，并写好了辞职信。即便傅琛是出了我背后有人，
那又如何？我和项目，他一个都别想要。招呼好众人，傅琛朝我靠近，用仅有我们二人能听到的声音道：“好了，宝贝，笑一个。等宴会结束后，我就带你去过咱们俩的100天纪念日。”而我瞥向楼下的法拉利，对他轻蔑一笑：“可惜，我看不上你了，我们分手。”傅琛神色有点慌张，拉着我从小门出去。“别啊，宝贝，我知道这都是你的气话，你也知道周月的性子，别跟他置气，小心气坏你自己就不值当了。”他从怀里拿出一个钻戒，深情道：“这是我们约会时你说想要的，我给你买回来了。今日是你我在一起的第一个100天，我感谢生命中有你的出现。佛说上辈子千万次磕头，才回来今生与你的一次回眸。能跟你在一起，我是磕了上百个轮回才求来的福气。之后我们还会有无数个第100天。对了，你不是今天要给我一个惊喜吗？是要带我去见你的家人吗？我可是期待了好久。”他满眼爱意地看着我，等我的回应。惊喜吗？原本跟傅琛在一起这3个多月来，他很温柔体贴，绅士浪漫。再顶着这张常在我审美上的脸，我跟他的每一次约会都很开心，感情也在日渐升温。而我原本计划给他的惊喜，就是告诉他我的身份和家庭，还会带给他和公司一笔不小的投资。之后有我苏家撑腰，傅琛的事业只会越来越好，前途一片光明。可这些都是基于他本性纯良，能力优异，尤其是对我好的份上。我求的从来不是纯爱，只是及时行乐，无愧当下而已。可他算计我，试探我，还敢这么对我，那这一切他都别想要了，不过是一张脸罢了。经过今天这件事，我只觉得无比恶心。面对他的故作深情，我接过钻戒，反手朝窗户外面扔了出去，然后拿出一款更加精致的钻戒戴在自己的手上。傅琛，我沈凌想要的会自己买，你当时错过，就不会再有弥补的机会。这个钻戒对他傅琛而言，不过是请人一顿饭2、3万的价格，可他却犹豫再三，不肯给我买，事后却又拿这个来弥补，妄想用感情来换取我背后更大的利益，真是可笑。换句话来说，今天能否有这个100天纪念日，全看我是否能给他带来更大的价值。想到这儿，我根本不给他多余的机会，直接摔门离去。楼底下，司机赶忙下车给我开门，里面坐着的正是苏家太子爷苏恒，也是我的亲弟弟。当初父母抓阄决定孩子跟谁姓，女孩冠以父姓，男孩冠以母姓，所以我和弟弟的姓氏并不一样。一上车，苏恒就把一大沓资料交到我手里。按照你的要求，这里是傅琛和兴盛公司的全部资料以及大小股东。下个月兴盛老董事长会退出，傅琛正在积极联系周董为代表的公司老人为自己拉票，包括傅琛在内，候选人一共有3个。需要我联系别的竞争者吗？不用，短短几分钟，我已经将兴盛的状况了解得差不多了。就是一家刚上市的小公司，经营状况前景一般，没什么看头。别的竞争者条件甚至还不如傅琛，但这既然是傅琛在意的，那我便抢来。合上资料，我的目光变得幽深。这个董事长，我倒是有点兴趣。昨天晚上我便联系上老董事长，说是今天在公司见面，商讨一下关于候选人的事情。一进门就发觉大家用一种异样的眼神看我，这股异样里面还夹杂着鄙夷与蔑视，好像我就是个脏东西，
人人躲闪不及。还是跟我交好的一个同事小心提醒我，看公司群消息里，公司群里不是八卦就是吐槽，消息太密，我就给半屏蔽了。点进去一看，群消息简直炸了。周越在里面发了一个视频，还声称昨天那么信誓旦旦，我还以为真是个高洁贵女呢，原来就是人家金主包养的情人啊。画面中，一个女人从劳斯莱斯上下来，跟着一个身穿高定西装的男人进入别墅。因为拍摄距离过远，画面模糊不清，具体人脸拍得并不清晰，但女人身上的礼裙正是我昨天参加庆功宴穿的，这个根本做不了假。有了这个视频，根本不用周越多说，大家已经在群里聊开了。不是，这可是南山别墅群，里面住的非富即贵，都是商业大佬啊。沈凌这勾搭人的能力也太厉害了，快教教我，我也想勾搭。怪不得沈凌能让苏家指名负责项目，感情是人家背后的金主牵线搭桥啊。我为我昨天对周越的怀疑表示道歉。越姐真是侦探，牛啊，越姐牛掰。周越，当然，我就没有看走眼的时候。看到这些无厘头的造谣，我反手转发给兴盛老董事长，顺带一问，贵公司的风气一贯这样吗？我看就要倒闭了。还没等到老董事长的回复，部门经理找我去他的办公室，面色难看。办公室里，周越正敲着二郎腿坐到一旁，神情得意。一看到我，忍不住嘲讽起来：呦呦呦，咱们立牌坊的沈凌来了。说吧，昨晚跟人睡了几个小时，才换来你这身不下100万的名牌。不过现在被爆出来了，我看看苏家还会不会要你呢？趁着视频没有扩大之前，赶紧交出你手中的项目，去给苏家负荆请罪。或许人家还能看在你金主的份上饶你。要知道，豪门都很看重颜面，尤其是苏家这样的京圈名门，一些事情可以走后门，大家心里知道就行，但一旦爆出来，便会坏了颜面。苏家根本不必要为了一个豪门情妇来损坏自己经营100年的口碑。部门经理轻咳几声，厉色道：行了，沈凌，你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，公司不是你一个人的，你都要走了，还不赶紧交出项目，挽回损失，这也是为你脸面考虑。周越在旁边附和：就是，劝你识相点，不然视频传来，连你的金主也不要你喽。看着这两人一唱一和，早就把我的结局定下，全然一副大权在握的样子。我抬眸看去，只觉讽刺。一个视频除了证明我进入了这个豪宅之外，还能说明其他吗？你是亲眼看到我跟这个男人上床了，还是他给我打钱买名牌了？我一步步朝着周越走去，言辞犀利。都21世纪了，还有人凭着一段视频就脑洞大开，这么能编？你不去写剧本，影视圈都能损失一位人才。周越被怼得连连后退，依旧梗着脖子。那大晚上的，你去一个男人的家里，还能做什么？我一把揪住他的头发，将他对到屏幕前。看清楚了，这是我家，这个男人是来我家，这是谁的家都搞不清楚。我就没见过你这么蠢的。周越明显不相信，摇头否认，不可能，这一定是他买给你的房子。正当我想要开口继续输出时，傅琛出现了。他迈着长腿进来，看向我的表情极为受伤。沈凌，你怎么能背叛我？枉我一往情深对你，把你视作初恋，不顾其他的人反对，把你带来公司。你怎么能背着我去做别人的情妇，把我的深情踩在脚下反复蹂躏？傅琛双目含泪，声音嘶哑，
昨晚你跟我分手，我还以为你是跟我在开玩笑，没成想你扭头就跟着他走了。原来你一开始就拿我当备胎，一找到下家，立马把我踹了。在你眼里，我究竟算什么？好家伙，这戏也是让傅琛演上了，短短几句话就给他自己塑造了一个深情受伤的人设，而我就是他口中的渣女，坐实我背后有金主的事实。几乎瞬间我就明白，他这是在拿我博取周越的同情，同时还逼我交出苏家的项目。果然下一刻，周越扑上来，怒声指责我：你怎么能这么对待琛哥哥呢？我追了他3年，他都没同意，却为了你前段时间还要跟我断关系。我是若珍宝的人，你弃若敝屣。沈凌，你太过分了！外面吃瓜群众顿时睁大眼睛，小声蛐蛐起来。我的天，沈凌可真有手段，能把副总耍得团团转，还有底气找其他金主。沈凌啊，你有这样的能力和手段，早晚会成功的。没想到沈凌这么傲的人，竟然也会愿意成为别人的情妇，靠卖身上位，真是啧啧。那可不，学历越高越漂亮的人，玩得越花，真长见识了。我可做不了这样下头的事情。听到周围大家对傅琛的同情，他眼里掠过一丝狡黠，而后捂着自己的胸口，站到我面前。沈凌，好聚好散吧，我给你体面，你该给我情感补偿。只要你交出苏家项目，我就不计较你的背叛，也会保证视频和咱俩的关系仅存在公司内部，不会给你和那个男人造成任何困扰。真是好大一张脸啊！我微微蹙眉，有些嫌弃。牵扯利益的商业谈判，最忌讳的就是把底牌放到桌面上，不然会被对方一眼看穿你的底线，不会再有谈判的余地，只能任人宰割。傅琛和周越的底牌亮得太早了，唯一的实证就是这个不清不楚的视频，除此之外，他们一无所有。这场谈判从一开始他们就输了，可惜周越全然不知，依旧以上位者的姿态洋洋得意。沈凌，劝你自己退让，别逼我们把事情做绝。要是捅到苏家面前，你的金主还会要你吗？我瞥了眼老董事长回复的消息，饶有兴趣地看着二人。那我要是把你们造谣的事情捅给老董事长，兴盛还会要你们吗？话落，围观的人群突然变得安静，傅琛和周越的瞳孔蓦然瞪大。我不过是在家休息了几天，你们就敢无法无天了？来人正是兴盛的创始人孙老，也是如今的董事长。孙老走到面前，冷冽的目光瞥向众人。就是他们造你的谣。我颔首，还不忘补充道：对了，他们还说我卖身上位，你是我的金主爸爸。孙老的脸色越发难看，头上也泛着虚汗。这可是赫赫有名的苏家大小姐，她捧着都还来不及。这群人怎么敢的？简直是胡闹！孙老看向傅琛的瞬间，怒意十足。这便是你手下的员工教养，随意张口就能诋毁他人。傅琛赶忙否认，没有，这都是一场误会罢了。沈凌在这里干得很好，我们都很看重他。孙老摆摆手，不耐烦地别过头，看向周越，是你找人拍的视频，也是你在群里造他的谣。周越本就憋着一口气，就算是孙老来了，他也依旧硬着头皮道：是我又如何？他要是自己干净，又何必在意别人议论？再说了，你都出现在这里，不正是说明……话还未完，啪的一声脆响，周越摔倒在地。周董事给他一巴掌，赶忙按着他下跪道歉：小女脑子有病，您老别跟他一般见识。
沈凌在公司那可是我们的中流砥柱，大家都敬着捧着，谁也不敢欺负他呀。周董事边说边逼周越道歉。周越咬着牙齿，不服气地认错：“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请孙爷爷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”孙老冷哼一声：“你要道歉的不是我，是沈凌。”周越看向我的眼神充斥着怨毒，又朝我磕头：“沈凌，求你给我一条活路吧，不然我爹会打死我的。我真的知错了，你可以原谅我吗？你如何关我屁事？”周越想要以自身苦难道德绑架我，逼我原谅，但我没道德，我只会算账。瞥过周越，我抬步走向傅琛，一字一句反驳他给我立下的罪名。傅总，当初你是特意跑到国外找的我，求我去你们公司，也是你追求的我，还说跟我一生一世不分离，说我来你们公司会护着我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说颠倒了。我顿了一下，意味深长地与他四目相对。依照南山别墅区安保力度，这视频究竟是谁拍的？傅总想必心里有数，祝你好自为之。傅琛眸中闪过一丝恨意，不过依旧笑道：“沈凌，我肯定会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，给你一个交代。”我冷笑一声，直接转身离去。临走前，孙老不忘提醒一句：鉴于傅琛管理失误，暂时停职半月，而沈凌促谈苏家项目有功，即日起便暂代傅琛事务，负责兴盛的项目部。其实让傅琛暂时停职，算是孙老向我展示的诚意，而我自然欣然接受，当场就给孙老和兴盛谈了另一笔生意。兴盛目前主要业务单一，在新兴领域资源有限，动力不足，面临严重的转型问题，而我可以帮兴盛解决，但条件是……我默了一下，看向孙老，眉头轻挑：被我苏家收购，成为我苏家的分公司，不知孙老意下如何？孙老惊住，连忙应下：当然可以，有苏家的资源帮扶，兴盛定会发展越来越好。只是下个月我就要退出董事会，到时候恐怕不是我说了算。我扔出一份股权转让协议，道：这你不用担心，我自会解决。你要做的是把你手中一半的股份卖给我，好处自然不会少了你。自然。孙老眸光一亮，拿起笔就签字。他可太清楚苏家的实力，等到兴盛成为苏家的分公司，他哪怕只有一半股份，赚的也比现在多。再加上我开出高于市场价格3倍的好处，孙老根本没余地拒绝。有了孙老牵头，收购兴盛其他股份简直易如反掌。周越自从被他爸打了一顿不许再去公司之后，开始了网上营销，时不时地放出自己和傅琛的照片，引得网友纷纷在下面点赞：俊男美女，爱了爱了，太帅了吧！你男朋友这颜值不进娱乐圈可惜了。面对网友的称赞，周越回复：还没在一起啦，不过快了。直到前天晚上，周越发布一张他和傅琛的牵手图片，配文：苦追3年的男神被人心伤后，终于看见了我。一时间，网友纷纷感慨，这么帅的人究竟被甩了。直到有内部人士放出一段视频，里面正是周越被逼向我下跪认错的视频。由于拍摄角度刁钻，画面只有我们2个人，一时间激起千层浪，讨论度直接飙升。不是这女的谁啊？这年头还能有职场霸凌啊？月月也太可怜了，给我这女的账号，我要去炸她。据说这女的还是周越男神的前女友，这层身份一出，
当初在群里的视频以及父琛当时对我的控诉被匿名人士公开到网络。天哪，这女的不仅是人家前女友，还把这么帅的男人当成备胎。这也太炸裂了！这女的着实不要脸了，跪求这个女的滚出地球，简直就是一个行走的污染源。见此事的热度越来越高，周越也没有放过，直接开了直播，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，这都是前尘往事了。现在我和男友的感情很稳定，他虽然被渣女骗得很惨，但有我在，我会给他温暖，治愈他的。网友在下面询问，好奇这个渣女的金主是谁？我们要避雷，就是有这么大的权力让人下跪，我倒要看看是何方神圣。团结就是力量，这样的金主我们必须干他。一提到这个话题，周越明显变得慌张，连忙害怕似的摇头，别提了，他可是京圈太子爷的情人，我们得罪不起人家的。而且我男友还因为被人家记恨，现在正被停职在家呢。周越抹着眼泪哽咽道，苏家太子爷为了给人家出气，逼得兴盛的老董事长只能同意让他进入管理层，抢走我男友的项目部。家人们，这可太欺负了！网友的怒意在逐渐积攒，连我的社交账号都被翻了出来，下面出现了大量谩骂与诋毁的声音，甚至在周越的引导下，井号苏家仗势欺人井号已经成为热词，大量仇富煽动性言论出现在评论区，苏家的口碑急转直下。而这时父琛给我发了个消息，沈凌，要是想为苏家解决这件事，就让你家太子爷帮我拿下公司董事会的支持，此事我们就算一笔勾销，不然咱们走着瞧。而我看着侦探传来的文件，直接同意。好，怪不得父琛这么想要董事长的职位，原来他好赌，他自己在外面借了大量高利贷还没还，急需钱来给他转还。一旦他成为公司董事长，就能暗中转移公司资金供他还款，甚至他卷钱跑路，兴盛也拿他没办法。既然他想借苏家的力上位，赶着来我面前送死，那我就直接送他上西天。父琛在拿这件事跟我谈判的同时，也跟孙老交涉。兴盛现在已然是舆论中心，最有力的回击便是父琛恢复职位，一切如常。孙老来询问我的意见，是否同意父琛回到公司。我当然同意，没他在场，即将召开的董事会就不精彩了。只不过父琛还对着孙老开出了另外的条件，要孙老带头支持他成为下任董事长。孙老咬牙切齿，这狗东西，要不是我把他带进公司一心培养，哪里有他的今日？真是个白眼狼！要不是为了配合您的计划，我现在就想把他开了。我慢慢品了口茶，声音却冷得不带一丝温度。孙老别急，快了，欲让其死亡，必先让其疯狂。在他以为自己即将得到一切的时候，却突然发现一无所有，美梦破碎，这才是对他最大的惩罚。果然，父琛这个人有了更大的利益，会果断抛弃之前的盟友。为了回到公司，父琛不惜拿周越做挡箭牌，把一切都推到周越身上。他在网上发布了一个视频，声称自己跟周越根本不是男女朋友，是周越对他一直心存幻想，用周董事的权力威逼他陷害我，陷害苏家。之前的视频也都涉及蓄意陷害和设计，是周越的错。为了佐证他的话，父琛还拿出之前周越辱骂我的图片。这个视频一经发布，网上言论两极反转，不是，
这个女人也太不是东西了，这么会算计，咋不去宫斗呢？拿我们当靶子，来达到你见不得人的目的。周月，你不得好死！这个男的也不是个玩意儿，到现在才说明真相，真是恶心啊！我为之前对沈凌说的坏话道歉。而这时，周董事正坐在我的面前，面露难色。都怪周月那个贱人，非要我去帮富琛，不然我怎么会被蒙蔽至今？富琛这样两面三刀的狗东西，我呸！他这次别想当上董事长。对于周董事这个精于算计的人，早在庆功宴上明显比别人都更有眼色，所以才会一再拉着周月给我道歉。奈何周月是个不争气的，完全不懂他的意思。富琛敢这么污蔑我，把污水泼到我身上，那他这次就别想好过。周董事拿出一个 U 盘，双手捧到我面前，态度虔诚。我打听了，您是苏家大小姐，也知道您不会放过富琛和周月，跟富琛打交道多年，我手里还是有不少他的把柄，只求您原谅我之前的不懂事。我接过 U 盘，眼底掠过一丝戏谑。对于周董事的请求，我欣然应下。狗咬狗的画面可真是屡看不爽呢。召开董事会这天，富琛一看到我，得意道：当初看上你，还以为你是什么名媛，所以才能拿到苏家的项目。现在看来，只不过是卖身上位的贱人而已。当初还敢对我放狠话，现在不得照样听话，扶我上位？对于你这样的女人，我连碰都觉得恶心。富琛拉开位置，直接坐下，俨然一副胜者姿态。沈凌，劝你现在向我求饶，不然等我当上董事长，有的是办法整你。见过提前开香槟的，没见过这么没脑子的。难道他就不怕我反水吗？我懒得和傻缺计较，直接示意孙老进入正题。按照董事长候选人原则，沈凌现在拥有兴盛 40% 的股份，是兴盛最大的持股方，可以参与董事长竞选。此话一出，富琛懵了，怎么可能？沈凌哪来这么多钱，在短短1个月之内收购这么多？他不过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情妇而已。苏家又不是傻子，为了他投入这么多。他站起身，神情恍惚，跌跌撞撞冲向律师抢过文件。不可能，这根本不可能！富琛越看越慌，声音都发颤，指着在座的董事们大喊：你们怎么这么淡定？难道你们就能忍受一个贱人骑在你们头上吗？在场诸位，除了富琛，都已经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和意图。面对富琛的质问，周董事拍案而起：放肆！沈凌可是苏家大小姐，你有何资格敢这么对她说话？说着，周董事直接放出富琛以做项目之名偷用公款。原来富琛这些年项目一直没起色，越做越差的原因并不是这些项目不行，而是富琛暗中使坏，挪用资金，但因为量小次数多，不易引人察觉。直到富琛企图用这些来换取以周董事为首的老人一派支持，才暴露出来。有了周董事牵头，其他董事也纷纷甩出富琛的罪证。这里与其说是竞选会，不如说是给富琛设下的鸿门宴。依照我的持股占比，根本无需竞争，已然是董事长。看着那些他费尽心思拉拢的对象，现在全都倒戈向我，还不留余地出来指认他。富琛倏然大笑起来，指着他们怒吼：你们一个两个这些年哪个不是拿了我的好处？现在翻脸不认人了，想都别想！他双目猩红，从手机翻出所谓的交易证据。今天你们要是不投我，我就拉着你们一起下地狱。而后，富琛猛地瞪向我，怨恨道：说吧，
这又是你玩的什么把戏？让你的京圈太子爷花这么大的价钱让大家陪你演戏，看来你这床技不错啊，哄得太子爷这么高兴。我走到他面前，一巴掌重重打上去。父琛，自己去网上看，我究竟是什么人，还需要依赖太子爷？我自己就是爷。就在方才，苏家已经委托律师所发布公告，我方已经搜集周月女士和父琛先生对沈玲女士涉嫌造谣、污蔑、损害名誉等罪证，将会起诉法院。现在已经在网上公开完整视频和事情经过，回应网友对沈玲女士的质疑和造谣。这下父琛彻底慌了，身体控制不住的打颤。现在网友对他们简直是骂声一片，真正的施暴者是父琛和周月，才不是人家受害者沈玲。沈玲反击的太爽了吧，就是要这样，算作是我。别说让他们下跪道歉，就算把他们打死都不够我泄愤的。与这些骂声相关的还有一个词条，井号沈玲竟是京圈千金爷，井号里面正是我的弟弟苏恒出来证明我的身份。沈玲是苏家下一代的继承人，更是我敬爱的姐姐。关于网上那些情妇小三的造谣者，我苏恒会追责到底，不会放过。我的天，谁懂沈玲也太飒了吧，说是苏家千金，实际上就是苏家的接班人。周月还说人家沈玲背后有金主，还暗指京圈太子爷是他的金主。不成想人家自己就是爷，太子爷都得在沈玲面前乖乖喊姐。这学历，这能力，这颜值，是个千金爷啊！姐姐，要不来包养我吧，我愿意的。看到这些，父琛僵住，结巴道：“你原来真是苏家大小姐。”周月疼得倒吸一口凉气，脸部涨红，羞耻至极。父琛突然冲到我面前，砰的一声重重下跪：“宝贝，我错了，原来你才是我的心头最爱，之前都是这女的骗我蛊惑我，我才会走错迷途的。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你忘了吗？我们之前也是有过很美好的一段时光的。”父琛边说边翻出手机相册，找出我们那些合照。照片上，我与他十指紧扣，肆意笑着，满是幸福。你看，你说我是你初恋，你也是我的初恋啊！我们那么相爱，没这个女人挑拨，我们现在肯定订婚了。说着，父琛对着周月又是几脚，还不忘狠狠打了几拳。我给你出气了，你让我回到你身边吧。看着这张让我心动的脸，只觉得讽刺至极。我重重一巴掌扇了过去，也为这段不堪回首的感情画了句号。父琛的脸上迅速浮现鲜红印记，这样让你觉得解气的话，我给你打。父琛对着自己的脸左右开弓，打得比打鼓还响。可惜我最后连多余的眼神都没有给他，在他绝望的声嘶力竭中扬手大步而去。别说董事长的位置，父琛当天就被我开除了，声名狼藉。在兴盛宣告成为苏家分公司那天，我以董事长的身份参与剪彩仪式。周月因为父琛失去所有，由爱生恨，带着赌场和高利贷的人找到父琛。据说父琛当时还没进机场就被追债的人拦住，周月拿着刀子就对着他连捅几十下。父琛当然也没放过周月，抓着他同归于尽。此时我正身着华服，朝众人敬酒，在大家的祝福和欢呼声中迎接我光明灿烂的未来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